到的是美軍的航母怎麼回事？突然間開啟了倒車哦。今天會來關心到的是福特級的電磁彈射要被改回到蒸汽彈射，而且建島的位置現在也要改回以前哦，被專家形容是回到了1970年代的當時的尼米茲等級的航母，怎麼還往倒退了呢？另外就是會關心到的是美國的造船產能也告急了。另外呢，包括了在中東地區，現在美軍最大的問題還有補給線，現在也出了問題了，補給線已經拉長到3000公里的地方。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好，先來看到福特號，大家還記得嗎？我們上個禮拜有再稍微提一下，說他導入了巨資做這個電磁彈射，結果川普現在又說，我不要電磁彈射了，我決定呢要改回過去的蒸汽彈射。那現在還包括了有關於航母上面建島的位置，他也說了建島的位置要重新來做設計，回到以前建島的位置上面。這對於接下來的戰力，等一下來請艦長幫我們看會有到底什麼樣子的影響呢？那現在的問題也就是說，美國的福特級的第4艘，這一個是多利斯的電磁彈射上面的工程都已經做到一半了，你現在硬要改回去蒸汽彈射，這成本又是另外一筆很大的預算啊，包括可能會達到數十億美元的預算，而且這工程期本來已經夠慢了，現在又要繼續的延長。那一艘100億美元等級的核動力航母，新系統才剛裝上去，現在是要全部砍掉重練，這樣子真的值得嗎？另外一方面呢，不只是川普提出了這樣子的一個想法，美國的海軍要有一個非常非常巨大的改裝跟動作之外，還有就是美國的航母現在的整個造船體系，也就是它的產能也出現了非常大的問題。所以川普接下來他打算怎麼做呢？他最新決定簽署的是國家安全備忘錄。好，簡單來說要做什麼呢？就是放寬部分，如果你已經在美國有投資船廠啊，或是取得美國船廠所有權的外國制造商呢，我允許你接下來可以在我們海外的母公司船廠建造最多2艘的美國的艦艇哦，但是你最後還是要交付給美國。那如果說呢是其他的艦艇的話，你則是必須一定要在美國的船廠來做生產。看得出哦，現在川普我急於趕快提高它的生產，所以想出了其他的方法。再来，我們要來看到林肯號的部署了。現在在海上已經部署了超過9個月，200天的時間，高強度的作戰讓水兵承受了非常大的壓力。有人說呢，甚至有跳海的現象出現，而且有缺糧、缺物資等等的問題。後面的維修保養跟人力的調度也都出了問題哦。接下來要怎麼應對這種航母的這個維修費、維修債？也是另外一個問題，所以先請教艦長，您如何看有關於川普提出來的第一個，就是有關於建島的位置跟電磁彈射回去蒸汽彈射，這對美國來說戰力真的會有所提升嗎？成本的部分是不是又另外一筆非常大的花費？艦長怎麼看？首先，美國顯然他在做電磁彈射，他失敗了。那他失敗了，你想說，也許這真的很难嘛？可是，在同一時間，中國卻成功了。中國大陸，人家說，你怎麼知道中國大陸多成功？那福建艦現在是可以彈射，也許它有很多困難啊。福特艦以前也曾經彈射過啊。那我告訴你，有一個原因，你去想它就一定是非常成功。為什麼？因為電磁彈射只是做航母嘛。你有沒有發覺中國大陸洞拐6四川艦也裝了一條電磁彈射？它是完全沒有需求要把這個擺在上面，它也不必跟任何人去比較。可是它把電磁彈射擺在洞拐6，證明這個東西它是駕輕就熟，這個技術。那美國為什麼會失敗？其實電磁彈射它是非常的困難。我說給你聽，因為美國是用的叫做交流電，它為了使它能夠去滿足它的彈射，尼米茲號的發電量是1，這個福特艦的發電量是3，就是它增加了3倍啊，它幾乎翻天覆地的這個輪機裝備的改變。然後除此以外呢，因為它用的是這個交流電，交流電它必須要用一個轉子叫飛輪，那個飛輪一套電磁彈射有4個飛輪系統，所以它整個船上有16個飛輪系統，它每一個飛輪系統是很大的東西，中間有一個關鍵的東西叫做轉子，那個轉子的直徑超過1公尺，有6.7噸，1分鐘轉6400轉，就第一大它可以轉110轉，嘩轉。它把電變成動能，那要彈射的時候，所以彈射的難度就在瞬間，我一個很大的電量彈出去，然後這個時候這個東西速度會降下來，就轉的
反過來產生一個電力。那它這個電力要多大？尼米茨號全艦的發電量是64兆瓦，福特艦4個電子彈射一次彈射，同時要使用65兆瓦，你就知道它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東西。那大家去想想看，那中國大陸怎麼克服的？中國大陸用直流電，直流電的純電儲電不像那個轉子在那轉，它就擺電池裡。那電池什麼樣的環境、什麼樣的空間，我都可以擺進去。那個電池大大小小，我就一直摞起來，所以它的純不是問題。那很多人就在問，那美國這麼傻，他為什麼不用直流電？他也可以用直流電啊，他沒那個技術。什麼技術你知道嗎？我舉個例子，像現在你有個電磁彈射在彈，對不對？當彈到一半卡住怎麼辦？就像你個電池那個電扇在轉，我一個手給它抓住，不准它轉，馬達會燒掉。那這才是一個小的電，像電子彈射，像我剛才說這麼大的電量，它會爆炸的。所以如果是直流電因為直流電是持續有的，卡住的時候開關跳不開，它有個斷電開關要跳開，它跳不開。交流電可以，交流電為什麼可以？你知道它上上下下，它有一個歸零，一歸零它就跳開了。那為什麼中國能夠克服直流電能夠跳開？這個問題你問我也不知道。你要問馬偉明，他是我心目中的叫電跟磁轉換的愛因斯坦，他突破了這個技術，美國突破不了。好，所以這個我們看到川普他一直想把電磁彈射改回蒸汽彈射，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認為這個故障率、失誤率實在太高了，所以呢，他想要改回蒸汽彈射。那為什麼不用直流電？剛剛艦長也說了嘛，這個跟不上中國大陸的直流電的這個技術。那同樣的問題，委員又如何看呢？接下來真的改回去嗎？那是不是又要耗費非常巨資的一個成本呢？对，我覺得川普真的好棒哦！就是自從川普當了總統之後，他就每天拿一個大鐵錘去摧毀美國，不同的層面哦。那麼他都做得很徹底。那麼現在呢，他又把美國的航空母艦打擊群大概打回倒退20年哦。那麼因為就像剛才這個艦長提到的，電磁彈射是未來的主流趨勢哎。那麼蒸汽彈射已經是一個過去的一個老舊的這個的技術了哦。大家都在往前走。只有你說，因為我往前走遇到了阻礙，所以我現在往後走好了。那我簡單的幫大家介紹一下電磁彈射跟蒸汽彈射最大的幾個不同點哦。就電磁彈射最大的一個不同點的第一個點是動能可以精準調節，因為我們在做電磁彈射的時候是用電轉成磁，所以我們光控制電量就可以轉變這個電磁的這個彈射的能量哦。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呢，你就可以做精準的調節。可是蒸汽彈射不行哦，蒸汽彈射它就是把這個蒸汽累積到一定的量的時候呢，它一次把這個能量釋放出來，然後把飛機彈射出去，所以這兩個差別是很大的哦。所以如果你今天做電磁彈射，你可以一次彈射一個，比如說2噸重的這個輕型的無人機，你也可以彈射35噸重的這個重型的艦載機，完全就是端賴於你要如何控制你的電量，然後就會決定你彈射的能量哦。那第二個問題來了。在機體的損耗上哦，因為電磁彈射它可以精準調節，所以呢，對於這個不管你是無人機或者是艦載機啊，機體的損耗的這個程度是稍微比較低的。可是大家想想哦，對於蒸汽彈射，它就是一股大力把你推出去了，那麼這對於機體的這個疲勞跟損耗來說，相對來說這個是影響很大的哦。然後第三，效率問題啊，就大家知道電磁彈射哦。光是我們用尼米茲級來比哦，電磁彈射的這個彈射的這個飛機的數量的這個效率哦，大概就比尼米茲級這個航空母艦多30%了。那差別在哪裡呢？我剛剛說過，因為電磁彈射它是用電力轉成磁力變成推力哦，在這樣的一個轉換的過程當中，你是快速的可以操作的。可是蒸汽不是哦，蒸汽你是要慢慢的累積這個壓力到一定的量的時候，你才能把它釋放出來。所以光你這個累積，你中間的這個間隔時間就很長了。所以在這裡，他們的效率上也比不過電磁彈射。所以你說今天這個川普說我現在要走回蒸汽彈射了，當然我們樂觀其成。可是美國說走回就走回去了嗎？不行啊！第一個問題來了，供應鏈早就沒有了。當年做蒸汽彈射的公司已經倒閉了，所以呢，有技術的工人早就已經這個四散這個各地了哦，甚至零組件都沒有了。你怎麼現在走回蒸汽彈射呢？第二，你成本很高哎，
各位知道，你做蒸汽彈射跟電磁彈射是要從整個航空母艦的設計上就要做調整了。這個艦長是行家，你想看你的航空母艦，你要做蒸汽彈射，你的管線是怎麼拉的？你真的以為說一個蒸汽爐擺在那裡，它就可以把一個飛機彈出去了？沒這麼簡單的。所以它整個的管線要重拉。那你說你現在要改變，你是要把現有的航空母艦全部都拆了，重新去做這個艙體的這個隔離，然後重新把管線鋪下去嗎？這個成本有多高啊？那最後一個，你的戰力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本來美國的建軍計劃是這樣的，它的電磁彈射接下來它要彈射它下一代的無人機。我們現在講的都是 MQ-9死神，它的下一代就是 MQ-25，叫黃鯛魚。它本來是要用這個電磁彈射去彈射它的無人機的，包含彈射它的下一代的戰機，叫做 FA-XX。可是現在都別提了。就如果你今天走回蒸汽彈射那麼現在我們講的，它本來規劃的黃鯛魚跟這個 FA-XX 到底能不能彈射得出去，這都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好，這是我們看到美國現在航母所出現的一個問題就是川普一直想要把這個它的上面的系統改回到過去的系統，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美國因為呢在中東地區這邊大量的消耗，現在呢補給上面也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問題我們來看到是什麼問題？首先呢，因為呢過去美國只要在中東需要補給的話，都是我們知道靠這個巴林這個基地，但是這個巴林基地不是被伊朗狂轟濫炸嗎？所以現在它的補給已經改到了在印度洋這邊的一個叫做迪耶戈加西亞島。好，這裡呢距離這個補給美軍的部分呢，大概要達到了3000多公里才有辦法進行補給，但是重點來了，其實在這個島上也不安全，為什麼呢？因為其實在今年的3月份，伊朗才對這個島發射了2枚的中程彈道飛彈，說要去打擊當地的英美聯合軍事基地所以其實現在就算你要去這個島補給，也是有非常嚴重的問題的。好，這個是一個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關於中東現在的補給問題。華盛頓號我們剛剛也說了吧，現在要去從印太地區要去中東地區，再來就是無人機也在快速的消耗，死神無人機現在已經消耗損失45架，相當於庫存的1/4了。美軍說呢，死神無人機實在太貴了，我未來要造無人機的話，一定要造3000萬美元以下的無人機，但是呢，又要有 MQ-9它的重要的這些核心的一些这些能力楊老師怎麼看目前美軍碰到的瓶頸？目前美軍要進行到第2階段的消耗戰，第1階段是從2月28號一直到現在，那其實打了2次，從2月28號打到4月7號，美國軍事失敗，從7月7號又打到8月初，再一次的失敗。那但是呢，也過程當中消耗了伊朗上萬個不同的軍事民間的據點，3000多人死亡，7萬多人受傷。可是呢，並沒有因此消耗掉伊朗的彈藥跟無人機的庫存，反而造成整個海灣地區的美軍基地受到了攻擊。因為伊朗的不對稱的武力還有地理上的優勢，那美國呢就不敢去打地面戰爭。所以你就看到過去美國在21世紀進入到中東進行戰爭行為，其實伊朗是他一直啃不下的骨頭。那相對於阿富汗、伊拉克這個國家，伊朗雖然被制裁了數十年，但仍然是有它一定的軍事跟經濟，還有他們文明的韌性，所以就顯現出在進入第2階段的消耗戰，又能夠消耗多久呢？又能夠達到怎麼樣的戰略目標呢？我個人是一點都不樂觀。相反的，美國這邊倒過來是對美國的消耗，所以這個消耗戰不是消耗伊朗，是消耗美國。第一個是軍事層面，第二個是他的盟友以及在這邊台灣國家的這種安全合作關係跟信任關係層面。第三個當然最重要是對整個國際能源、國際經濟、美國經濟、美國政治層面。我覺得其實美國根本是消耗不下去的，只能夠不斷的撐下去，但最後呢，他可能還是要找一個下台階。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
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